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神圣时间轴，我是瑞安，大家新年快乐！即将就是来到我们的2025年了。那在这一个年份呢，大家都做了很多努力，那包含我也是，就是在这个频道已经上传了50多部影片了。对，那希望未来的一年就是继续可以为大家做这个大众占卜的服务哦。好，那今天的主题啊，是1月的运势，心花朵朵开，然后来收获大家的大喜讯哦。今天会分整体运势、工作运、财运、爱情运，还有宇宙的提点哦，所以可能讲的项目比较多，那希望都有让讯息都可以顺利的让大家知道哦。好，那眼前有3副牌卡，从左至右是我们的第一副、第二副、第三副。那选好的话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解牌环节喽。Hello，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张神圣莲花哦。那它的这张牌卡呢，底下有一个含义说，没有土就没有莲花。这也意味着说，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可能在2024年过去的时光里面，你们已经茁壮了、成长了，这些曾经带给你们的过往，都成为你们的养分哦。那你们开出来的花是如此的清冽且美丽，然后它是遗世于尘世的这种感觉哦。它可能看上去不会那么容易让人亲近，但是呢，我们会去赞叹它的美哦。这个是睡莲的一个图示，那我们来放到旁边。我们先来看我们的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好，我们来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1月运势哦。会收获到什么心花朵朵开的讯息呢？第一张牌是我们的钱币女王，第二张是我们的魔术师正位，第三张是我们的宝剑八。第一副牌组会收获到什么心花朵朵开的讯息呢？我们的钱币八，还有钱币3。好，整体的讯息啊，在这边有感受到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如果是在工作上面的话，你也许会觉得说，讨论的项目很多，然后可能在这个月份会比较让你感受到，按部就班，它不会那么快前进，你会觉得好像有些条例都在进行当中。那在这个月份要比较注意的是说，妥善的去处理哦。那里面的一个好讯息是说，你具备可以迅速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这种状态，那比较是环境的影响，让你没办法那么快前进哦。那里面1月份的一个讯息是说，如果是有年终啊，或者是一些有关钱财进账的消息的话，你们在这个月是会存得住钱的，然后也会得到一笔钱财。这个钱的财运的能量是很旺盛的。那在比较是说工作上面，觉得说事情没有那么快进行到达下一步，但是你本身的能力是很厉害的。那很多事情都在沟通当中，好像在反复的确认，但是对你而言是好事，所以你就在这样子的情形当中缓步前进就好了。所以可能会少部分朋友可能在1月份的时候会觉得说，你会多了蛮多闲暇之余的时间，就是在工作上面其实是忙里偷闲，或者是有很多事情可以缓下来的这种状态。那更多的是还在确认当中的情形哦。
这是给到部分的朋友。那在整体的运势上面，牌卡在这边的建议是说，你们要去想一下你的计划是什么。那它虽然没有那么快显化到你的生命当中，但是它都会达成。尤其啊，我们在12月31号跟1月1号的时候，适逢我们的新月，所以可以又刚好是跨年度。对，真的很适合在这样子的日子好好的许愿哦。你们心里所计划的事情都会成真，这也是里面的一个大喜讯。所以里面有安排到一个钱币三，虽然在中间呢、可能会有一些你们觉得还没那么明朗化的情形产生，但是呢，只要你确定的愿望，你确定你心里想的事情，把它写下来，那它其实会用一个速度，宇宙会用一个你能接受的速度，让你慢慢的看到，然后你就终于可以把自己的眼前的纱布给摘取下来，然后让自己真的走出去这个见证哦，是 OK 的。所以里面的讯息还包含着说，你们逐渐啊，会在可能比较月中月底的时候，渐渐很多事情会很明朗化的进行，然后你也越来越确定可以用什么样子的形象来去表现出自己哦。对，你们其实在2024年啊，或者是说这一段过程当中，一直在筹备，或者是说一直在思考自己可以用怎么样子的新的状态来去迎接这个新的社会，或者是新的姿态来去给大家看到新的你哦。那2025年的1月呢，其实已经有这样子的迹象了，你已经可以让自己用新的身份，或者是新的角色，或者是新的人设给其他人看到。那在月中之后，就会越来越明朗这件事情。对，那如果是情感类型的话呢，在牌组上面比较感受到你们会比较着重在工作上面，比较少在情感上面有迹象诶，所以就是可能1月的时候会比较在工作的层面上进行哦，或者是你们会利用工作的繁忙来去遗忘你们现在情感的走向哦，就是会没那么重视到情感这一块。那这是目前整体运势所看到的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我们的工作运。我们第一副牌组的工作运和财运是如何呢？在1月的时候，有什么新花朵朵开的大喜讯会收获得到呢？我们第一副牌组的工作运，那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会收获到什么大喜讯？新花朵朵开的大喜讯呢？好，圣杯6。权杖国王，权杖1，好，世界牌，又一张钱币8哦。所以在工作上面啊，你们的所做的事情会被认可，然后老板也会赋予相当多的、相当大的期许在你身上。你所做的事情呢，所勤奋、所努力的事情会被看到。那部分朋友呢，其实是有一个讯息，部分朋友是有转职的这种状态，那可能会让你们在这个月份有一些需要去 promote 自己，然后去展示自己的部分。那这一块呢，其实也会这个运势也是不错的。那也有这个机会让新的工作去
接纳你，然后你在这个时段，在这个时间呢去转职，要拿出非常多的行动力，还有你自己的专业形象哦，转职就会比较顺利哦。好，那再来是说，在这副牌卡里面。工作运上面会有贵人赏识，而且或者是说，在朋友、同事间的相处会是非常和谐的进行哦。在工作同仁之间啊，他也许是可能会有一些送礼啊、交际的这个层面呢，那都会是让你感觉到非常舒心的哦。那这也是那个1月份会发生的一个讯息。那再来是说，你在这个月份其实是相对忙碌的，因为我们看到2张钱币八哦，你会用你的专业很精实的在这个月份努力的在新年吧。我们的农历新年前把自己的事情努力的做完，因为你是受到大家器重的，就是你的能力在那里，然后所以在这一段过程，其实你会觉得的确很忙碌，就是刚才有说忙里偷闲嘛，就是有一种很多事项都堆积在那里，你不觉得它好像有进行，但是它又是一个压力，让你必须得仔细的作业哦，也有感受到这个讯息，所以你的心态是要。你的心态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就是要把它做完，然后你也是具备很负责任的态度，然后勇敢的，就是接下一些担子，接下一些责任，就是要把它做好。那在这个期间呢，会让你感觉到有点疲惫感啊，或者是说可能会觉得自己被工作绑架了。那这是给到少部分朋友哦，因为部分朋友对工作是非常上心而且很用心的。那你们会迎来自己的一个收获哦，因为我们有世界牌，那这也象征着说1月中之后，很多事情会比较明朗了，对，然后你也会感觉到很多事情完整了、完成了，那刚好大家就可以松一口气来迎接我们的新年哦。所以在可能新年之前啊，就是我们的1月份，整个月份都会让你感受到比较忙碌，然后那个是有一种很茫然的感受，就是好像被鬼抓走啊，自己就是一头栽进工作里面的这种感觉。里面会感觉到你们的行动力很好，所以在财运上面呢，它会是慢慢的显化的一个状态。对，在1月份比较是存钱，很适合存钱的一个情形哦。对，所以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第一副牌组的朋友，那不要忙坏了。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财运如何。我们第一副牌组的财运如何呢？第一张是宝剑一，我们第一副牌组1月运势会收获什么大喜讯呢？那1月的财运如何？好，第一张宝剑一，第二张是我们太阳牌，好可爱哦。第三张是我们的圣杯女王，第四张是我们的圣杯二，第五张是我们的宝剑五。好，1月份的时候啊，朋友其实是会安排自己可能收支的情况，所以不会花那么多钱。那少部分朋友呢，可能就是在财运上面比较多，感受到1月份会去做一些交际啊，跟自己的朋友有一些聚餐聚会的这种状况。那里面还包含着说，可能会在财运上面会得到那个可能长辈的一些馈赠。然后长辈的一些爱护啊，可能会带一些礼品给你啊，这样子的感受。那1月份的财运比较是说，你们会规划好
可能之后的花费和开销，所以在1月份其实会比较守得住钱哦。对，然后但是少部分的朋友也有出游的，有出游的计划，所以呃，在出行运上面的运势也是很好，那会有一些很开心的状态。对，那财运的话，花费可能会是在这边。对，那很多好的能量，因为你的出行会慢慢的聚集到你的就是生活周遭，所以我觉得出去玩或者是把一些能量去做一些交替的状态，是对你们很有帮助的，也很好。去跟老朋友相见啊，这也是很好的。那在1月份给到部分朋友，真是少数朋友有出现这个宝剑五的这种状况哦，可能在理财方面或者是投资方面要特别再注意，或者是得到一些消息的时候，可能要再清醒哦，理智清醒，因为我们有2个宝剑哦。第一张我们的宝剑一，所以要小心一些讯息的来源，不要太轻易的去相信，这是有涵盖一种可能欺骗的这个讯息在里面，所以要小心诈骗啊，或者是说要小心可能一些不实的言语操纵，让你可能不小心的踏入陷阱哦。对，那这是给到比较少数的朋友，那相信你们都可以去让这个事情摊开在底下，你会知道说这个人或者是这件事情其实对你有什么影响，所以这也是给到第一副牌组的好消息哦。你们是能辨别这些不实的谎言，还有不实的一些资讯的，对，那你们都会从中就是逢凶化吉哦。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爱情运的部分，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在1月份心花朵朵开，爱情运会是如何呢？好，第一张是咖啡杯，第2张是棺材，第3张是 soulmate，第4张是 cut down，第5张是订婚。哇，其实很奇妙的感受诶，因为就是在有和没有之间徘徊哦，那所以这里面会有两三个讯息哦，在里面。就是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可能在近期或者是1月份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跟这个伴侣之间有一种分分合合，有一些会断掉，但是你们又复合，断掉又复合，然后一直那种磨合之中，你们最后修成正果这样子的状态哦。对，这是第一个讯息。第2个讯息是说，当你确定真的离开了之前的一段感情之后，你会遇到一个让你很心动的对象。那这个对象呢，你觉得就是他了，他让你感觉到那种很灵魂连结的感受，还有就是生命之中的这种吸引啊，灵魂之间的吸引啊，然后你们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呃感觉，知道就是这个人了。对，那你会去切断跟以往的一些感受，就是跟前任的这种连结，因为你知道你值得拥有一个好的人来跟你呃相遇，好的人跟你一直长久的走在一起哦。对，那你们在这样子的相遇过程呢，可能是经过聊天那种很悠闲的聊天，你才理解到说，哦，原来我们的价值观很相近。对，所以在爱情运上面其实是好，怎么讲？爱情运上面，在单身啊，或者是有伴侣的，其实感情都会升温哦，因为最后你们是可以谈到要走入婚姻的这种情形，或者是说你发现你跟他的价值观非常契合，很投契的这种状态，你们会有很深入的谈话。所以咖啡杯跟我们的
圣杯二，其实都是在讲，也有讲到这一块哦。那部分朋友是在工作上面有这个接触的，对，所以都有相对应的讯息在里面。那这一副牌卡也包含了一个讯息说，你们让过往的能量彻底的结束了耶。对，就是可能前任带给你的一些感受啊，或者是前任跟你有一些纠缠不清的这种状况，你都可以切断，用一个新的角度、新的眼光去面对自己的新的世界哦。这在爱情运是非常好的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下一副牌卡，第一副牌组一月运势会如何进行啊？会收获什么新花朵朵开的讯息呢？第一张是我们红心2、红心8、红心 J、黑桃4、方块3。好，对，好，在西比拉占卜呢，在预告着说你们1月份的时候，其实家里会特别照顾你们。那这在里面的牌卡里面也是在说，你们心想事成哦。如果有什么计划想了，它会慢慢显化，真的就是会实现显化到你们生活周围。那在这副牌卡里面，感情、爱情运真的是特别的好。那它会很符合你的内心所想，或者是你们的价值观很契合，像刚才说的，那你们会用一种很你梦想的方式，它来迎接它的出现哦。那里面还包含着是说1月份你们真的就是可以存得住钱，这个钱财的来临啊，会让你非常的安心。你们也是很有规划的，所以当你们规划的时候，其实会觉得很多事情很顺利。那真的要特别注意到是说1月份可能因为太过操劳，或者是没有注意到身体的可能免疫力啊，或是没有注意到身体的一个状态，免疫力就下降了。那这是要自己在特别小心注意的部分。那可能在1月份里面，体力上面可能会是有一些让你感觉到疲惫的感受哦。对，那感觉到第一副牌组的家人啊，都是很照顾你们的，所以他们都会在适时的时候会关心你们，然后给予你们支援哦。那还包含说，真的会有长辈带给你们礼物，像刚才说，就是可能伴手礼啊，或者是你会在1月份的时候一直收到礼物，然后是可能有朋友或者是长辈，或者是意想不到的客户啊，你会感觉到就是这个接收爱的能量源源不绝的来到你们生活周围哦。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副牌卡的朋友，在1月份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什么呢？1月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第一副牌卡的朋友，在1月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对，第一张生病要特别注意哦，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刚才有讲过的，要小心一下诈骗的讯息哦，不要落入那个陷阱。那1月份你们会越来越看得清楚明白。其实应该是说，当你看到了这些讯息之后，你就会开始去好好规划这些事情，你会看得清楚。其实你也是避开了危险啦，你会那个让自己的世界和色彩都越来越明亮。那在第4章啊，你会戒掉那个可能之前你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坏习惯。对，你会变得越来越自爱哦，然后你会发现周围的人都给你关怀，然后你会觉得1月份你就是充满爱的，然后感觉到其实是很舒适的，可以让自己感觉到很舒适哦。
对，然后你会去看清楚你自己的想象和现实之间的真实哦。好，那里面还包含着是说，可能会有些人介绍一些老师，然后来去教导你，那你要从中去做一些辨认哦，因为这个是在我们的陷阱底下的，所以如果有一些老师说可以带你怎么样子的这种情形啊，你自己要特别注意。他可能说我教你怎么做，你这个要特别再注意。对，他可能是用这种形式来去把你的那种来给你安心感，然后把你的戒心给下降。所以这是其中一个讯息。那第二个讯息是说1月份可能会有让大家听到你的口才啊，然后展现你的魅力的时刻哦。对，你的话都会被人家听到，让大家很相信你，这也是另外一个讯息。对，然后你会让自己越来越有弹性，在1月份的时候就不会这么的类似。我觉得就是说，你会很清楚资讯的来源，不会再容易受到某一方的情绪影响，或者是某一方的资讯影响，让你变得偏颇。所以你会越来越清楚事态的发展，那其实是一个真的很好的消息哦。对，那在1月的时候啊，可以多去静坐冥想。那还有包含说，你会去有些部分朋友可能会有拜拜，或者是团愿啊、上香，这对你们运势会有提升哦。对，那你们也会避开一些意外和灾难。那这里包含就是说，你们的频率要去注意，对，就是让自己可能吃好睡好，保持一个自己的能量场的健全。那其实你们注意到自己的频率的话，你就会去避免很多事情的发生发展。好，这个是宇宙的提点。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字卡哦。第一副牌组在1月份的运势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呢？好，有部分朋友是新的启程哦，那这个新的启程也象征说新的一年来临了，很多事情都翻篇了。你很多事情不能用过往的眼光来去看，然后你要校准好自己的频率，校准好自己的念头，来去用一个新的想法来去看这个世界。对，然后很多新的面向你会带给其他人，那你可以告诉自己说，现在是我新的起点，我想要用什么样子的人设，或者是我定什么样子的目标来去迎接我的新的旅程。善良必须有点锋芒。对，有时候我觉得这一张牌卡比较是给到部分朋友，可能在1月份啊，你们要守护自己的善良，但是就是要清楚，可能拒绝别人不是代表说怎么样子的。有些人是利用你的善良和正义感来去做一些事情，那你们要守护到自己本身的这个品质，然后不是让别人觉得说，哎，你要配合啊，配合帮忙啊，你就得怎样子。因为在1月底之前，你们会比较忙，然后很多责任可能会是交代在你身上，可是不见得是你要去执行的事情。这是给到部分朋友哦，对，然后所以在1月的感觉会觉得你们比较累，比较多事情，所以导致身体也负荷不了，没办法休息。那所以在这里牌卡是要建议你们1月份的时候，要勇于拒绝别人，然后要勇于把自己的天线打开，清楚明智的知道自己每一个决定是什么。好，给人留有余地和颜面。
再来是说相信你的直觉哦，的确一开始就抽到我们的魔术师，那你们是可以把很多事情不仅做得好，准备周全，而且还可以点石成金的，就是你们想要怎么做，事情都会往那个方向前进。对，那你要相信你的直觉。如果你觉得这里有点奇怪，或者是这里有点不大明朗，那你就要避开这件事情哦。或者是说，可能你隐隐约约要带，例如说，你觉得出门，你隐隐约约好像知道说要带雨伞，你就会发现下午可能真的下雨了。这种直觉，它会告诉你，就是你的直觉是很敏锐的。好，在1月份啊，是你才能绽放的时刻。那里面可能是包含了一些状况产生的，但是你也不要灰心，嗯、呃或者是沮丧哦。那你就等待时机，当仁不让。当你时机来临的话，你就要让自己被看到哦，这也是里面的一个讯息。所以不代表说1月份可能你会遇到外在的情形，你就没办法把才能展露出来，不是，而是说1月份可能会有一个时机让你把你的才能必须绽放，然后当仁不让的去争取某些职位啊，或者是某些让大家看到的层面哦，就不要放弃那些机会。那么再抽取一张，对，所有好事情就请君入瓮，每一个事情不强求，你会发现宇宙已经帮你预备最好的事情在你身上了。好，那这就是里面所有的讯息哦。那希望对第一副牌组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Hello，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一张 Iris 鸢尾花哦。鸢尾花呢，它是法国的国花，然后它有很多色彩，那它也跟彩虹有直接的象征意义哦。所以在底下有彩虹讯息呢，他说当下雨的时候，你要去寻找彩虹在哪里。那如果天色变暗了，你要去抬头看星星在哪里。它就是要希望带给人们呢永远不放弃的一种希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1月运势，心花朵朵开。那会收获什么大喜讯呢？我会觉得说，在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即将收获的是像彩虹一般品质的这种很多机会来临，或者是说你会感受到自己很多不同色彩的这种能量哦，那它会聚集到你的生活当中。那在鸢尾花呢，它的色彩缤纷哦，绚烂夺目，所以在西方的语境，它代表彩虹花。传说就是鸢尾花的名字来自于彩虹，刚才有说嘛，是一个国王在躲避敌国的军队的时候，走到一个河边，当他们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道彩虹从河面升起，然后河水也渐渐下降，让这个国王过河，逃脱了敌人的追杀。当彩虹消失时，河边长满了鸢尾花。所以在古埃及时代，它是有复活和生命的。那我也觉得这个象征说，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啊，无论之前有遇到什么困境或者是阻碍，你都会收获到你人生的彩虹，去感受到这个1月份对你的友善哦。很多事情啊，或者是很多阻碍即将都会消退了，你会找到你生命中的彩虹，你也会在1月份的时候复活，会重新的拿到很多能量，让你感觉到很有满满的元气的感觉。好，那我们先放到旁边，我们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在1月运势啊，整体的运势如何？会收获什么大喜讯呢？好，我们的钱币1，
我们的时间之轮，钱币10，我们的倒吊人。我们再用西比拉占卜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体运势哦。我们第二副牌组1月的运势，心花朵朵开，会有什么大喜讯呢？好，黑桃5，梅花10，方块7，梅花 K， 红心9，红心7。第二副牌组朋友啊，感觉到其实你们的运势正在过渡当中哦，它是一个让你感觉到1月是一个起始点，让你察觉到很多事情事态感觉到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你们会感觉到1月份有一些变化发生在你们生活周围。那这个变化呢，不用太担心，这是宇宙希望你用新的角度来去看待这个生活。那这个生活体现呢，可能会是来自于说，你发现了某些旧架构要重新去看待，原本是这么认为的，可能生命当中的一些措施吗，或者是法条啊，或者是一些规则，你重新会去界定这件事情，你重新会去思考，所以在1月份其实是你逐渐跟世界越来越接轨的这种过程哦。那你也会重新订定有关家的议题啊，或者是一些传统的架构的议题，这是要给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因为你们这一副牌卡的朋友在未来会去跟很多专业型的人去沟通，去有这种接触的可能。那这些接触的原因是因为会开拓一个新的道路到你们身上，它迫使着让你去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整个生活的品质。那很多旧的架构会一一的被破除，是由你自己的心来去破除这些旧的架构，所以你会开始用更开放的心来去看待很多事情。那你也必须用开放的心去看待这个事情，让自己充满弹性。那去跟自己内在可能会有一些声音出现。那你要明白哦，我们一开始抽到鸢尾花是代表很多颜色的，它的不同颜色都象征着不同品质的美好和优势，宇宙正在帮你打开这些优势哦。所以其实你是在一个缓缓上升的这种过程当中的。那在这个生命当中，也会安排许多贵人来指引你，无论是宇宙的安排，还是真的有专业的人士前来，你都会感觉到你的心会越来越踏实。那里面就是包含了旧的架构哦，是很强烈的讯息要给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旧的架构逐渐会被你厘清，然后你逐渐会摆脱旧的架构，那需要用比较新的思维、新的想法，充满学习的状态来去迎接2025年了。那1月份它会是一个迫使你要去面临很多情况的状态，那这个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这个比较是环境的影响，让你感受到，你或多或少已经有察觉到了，在可能过去的情形里面，你也进步很多，但是在2025年，你需要去建立一个你自己的方式来去面对未来的生活。你会找到这种方式来去知道说自己可以在这个洪流底下如何的站稳脚跟哦。对，那很多旧的价值观你要重新去思考，你要重新去用别的角度去看待。对，那在1月份呢，你会是很顺利的让自己可以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呢
察觉到自己希望成为的样貌，还有希望未来生活的品质。对，这也象征着说我们即将要进入我们的1月嘛，你可以在12月31号的时候条列出你期待的状态，然后可能开始在1月写一些日记，去察觉到这些转变，这对你会很有帮助。基于这些转变呢，这些日记的撰写的过程，你可能会在某一天，或者是你察觉到这些细项，自己来去成为帮助你自己的这种人哦，你会知道说这件事情的合理性啊，或者是里面的细节会是什么样子。对，所以在这样子波动的状态里面，你会找到自己的稳定，因为其实会感觉到，可能在1月中1月10几号的时候，对，1月中，你可能会感觉到1月中之后，你会越来越定下来，你的能量就会相对稳定，它会让你获得更多的思考空间。那也希望第2副牌组的朋友可以用新的思维、新的眼光、新的角度来去看待很多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啊，在1月份的工作运、财运方面是什么样子的情形呢？好，我们的权杖骑士，工作运上面、财运上面，宝剑侍从，权杖侍从，好，圣杯9。OK， 还有宝剑2。第2副牌组的朋友，在1月的运势里面啊，蛮多需要跟其他人有交际的这种状态哦，或者是说有一些不能退让的情形。那还有给到部分朋友，可能在工作运上面会面临需要去抉择的选择题的问题。那无论是要换跑道，或者是要换公司，或者是升迁的职位，要不要选择这个升迁的职位，可能都会让你苦恼一下哦。对，但是你是能察觉到里面机会的人，在1月的时候会让你感觉到财务的进账，或者是你能察觉到钱财的机会，你会看到一条可以让你致富的方法。对，那在这里面呢，需要不断的1月是不断行动的好时机。对，那你也会展现你自己的人格魅力，让你很多机会可以得以实现哦。里面比较特别的是说，这个彩虹最后是画出来，画到一个点了，所以你所实现、所规划的事情，最后在1月底都会实现得了。那也在1月底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个抉择，让你有点纠结，到底哪个选择是好的。那我觉得说，这2个选择可能都会是不错的选择，对，只是可能会让你感受到纠结，因为他们都有它的优势和可以前往的一种方式啊。对，那在里面呢，1月初的时候，可能要比较注意说，你会有自己很盯的点，你在工作上面有自己的原则，所以有一种寸步不让的这种状态。那包含我们刚才给予的一个讯息哦，就是希望你可以再弹性一点，在工作上面你会完成你的事情，你会妥善的照顾你所要去前往的目标，但是呢，在人际上面可能都会有点太过强硬了。大家都是用守护姿态、防御姿态来去面对对方的，所以在工作职场上的这个气氛啊，感觉上有点僵硬哦，有点僵持，所以需要再让你柔软一点。那里面像这张牌卡，我们的权杖侍从哦，它周围有很多蝴蝶，其实是来帮助他的。但是我们会感觉到权杖的这个树人啊，他
并没有想要跟他们一起玩耍，他是用比较某一个姿态来去面对这些蝴蝶的。那这也象征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可能在工作上面跟私底下你们会切换的蛮明显的，就是一旦谈到公事，你们的那个状态会比较尖锐一点，或是比较强硬一点，因为你们觉得对待工作要认真。好，所以也是在讲出这个讯息啦，你们可以再弹性一点，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小树苗啊，然后一直不断的学习。好，但是你们优势在这边哦，就是说在以往的经历当中，你们是可以察觉到怎样子做事情可以让你们更有机会，然后可以更察觉到里面的好处的，或者是能发展你们自己的。对，但是你们是需要再去弹性一点，去柔软的看待自己的生活，因为有时候进入那个状态，可能会造成你们的压力过大，或者是让某个感觉的距离感会过大，其实都是可以进行的，只是那个过程不会让彼此都那么舒服，所以这是在人际上面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在工作运上面。好，那财运的话，其实是在月中之后，你会感觉到财会来临，财源的状况会很直接的冲刷掉可能之前的那种状态，所以你之前的努力都是有效的，你的行动都是有效的行动，或者是你的规划都会很有效的进行下去哦。好，那这是里面工作运和财运的状况。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爱情运。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在1月运势的爱情运会如何呢？好，第一张是 Not Enough。好，第二张是吸引力哦。第三张是派对。第四张是沟通。第5张是蜻蜓。在感情运上面啊，有伴侣的朋友呢，会在1月的时候面临感情的升温和转化。其实你自己知道说，可能对伴侣之间会有一些期待，就你希望他能完成你某些期待，或者是你们之间会产生一种不满足的状态。呃，好像你必须也要完成他的期待，或者是你也期待他能完成你的一种心里的一种伴侣的想法。那在这一段过程当中，1月会有一些沟通的机会啊，或者是你们出游的机会，让你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转化你们对彼此的一些感想，或者是疗愈彼此的内心层面哦。无论如何，在1月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你成长了，你进步了，你变化了。那单身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聚会啊，跟朋友一些聚会来去认识到新的对象。那这个对象呢，或者是有伴侣的朋友，你们的之间的情感是充满激情的，然后那种吸引力是非常强烈的。对，你们在激情之余也会有一种能沟通的情形，所以在爱情运上面其实是非常好的哦。那你会感觉到在这个深入的沟通啊，或者是跟他聊天的过程，你会越来越了解到他，还有了解到自己。你会借由这个沟通呢，清楚到自己可能需要的是什么。那你也会在这样子的感情状态里面感觉到快乐愉悦的感受。所以其实1月份啊，会让你感觉到也是一种获得到满足的。所以牌卡在这边是要提醒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去看见这个感情给予你的闪光点。对，有时候我们的焦点会放在
我们期待的地方，或者是这一个感情没有做到的地方，它不够好的地方。但是牌卡在这边说，你1月的时候会逐渐去看清楚这一块，你会疗愈到自己可能本身觉得匮乏的那个层面，或者是你去讨取他的爱的层面，然后重新去看待他之后，自己给予自己这个爱，自己去感受到自己是被爱，感受到无条件的爱的这种感受。你在1月的时候会逐渐转化成一个更好的、更高思维的你，然后去用光去疗愈到这个层面。好，那接下来是我们财运的状况哦，看一下我们第2副牌卡在1月运势的财运的状况。好，第1张是我们权杖10，财运的状况。钱币9，又一张时间之轮哦。好，宝剑1，财运的状况。圣杯国王。在财运的状况啊，可能在月初的时候啊，或者是近期，你们有感觉到财务有一些压力哦，有一些开销必须要支出哦，所以让你们有点不安或者是焦虑啊，有点焦躁的情形。那要告诉第2副牌组的朋友，很多事情会渐渐的。很多能量在运转，其实你们正在好运的路上。那你们要更清晰的知道说，有些支出是什么，就是它不见得是你需要的一些商品，那是你的情绪所带领你要去购买的吗？是情绪消费吗？还是你理智消费？他要告诉你是否是理智消费。那在财运的这个状况，为什么讲到情绪消费？可能是因为第2副牌组的朋友，有时候在买东西其实是为了家人，或者是为了其他人去购买的。你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哦，就是会想要去照顾其他人。对，所以其实理智的去看待你的生活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财务啊，其实是不用太过担心的，你是充满的。因为我们这一张牌卡是钱币9，那他就是有自己的庄园啊，自己可以打理好自己的一切啊。那他也在告诉第2副牌卡的朋友，就是你可以借由一些转化的能量，例如学习是一个投资的能量，让自己更有一种充满的感觉。那还包含说，因为好运正在路上嘛，我们会感觉到财运呢，其实是在可能1月10号之后就会开始有一些不同的状态了。你就会觉得说，其实自己是有积蓄的，有存钱的。那其实，在1月的这个财运啊，会感受到除了有一笔资金进账之外，那很多钱财的运气也正在运转当中，但是你要自己在理性的消费，这是要给到你们的提点哦，不要过度的情绪导致你们可能在钱财会有一些流失掉的这种状态。好，那这就是里面的一个讯息。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啊，1月的运势。1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1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什么提点呢？好，1月你们会好好存钱哦。有些朋友会规划这个储蓄的状态，会规划可能未来的一些钱财的理财的规划。对，好，1月大家比较难跟你吵起来，这也是象征给到部分朋友说，工作上面可能有一些人际上面的问题。那其实你会用别的方式来去看待这件事情的产生的，然后你自己也察觉到，好像大家在这段时间比较躁，比较那种情绪压不大下来的状态，但是你不会哦，你会开始去看待一些事情呢，会不被他们的情绪给拉走，这也是一开始所给予你们的这个讯息。好，
那你也不会陷入别人可能给你这个情绪，然后他就是一个就是抓你语病的错误，然后就是进而上升到争吵的这种状态哦。你其实是会看清楚可能这个工作岗位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的状态，然后给予适时的一个回馈的。那第二副牌组在1月的时候，可能在能量的波动啊，有些朋友、有些人可能会有情绪上面的波动，那你要小心说，可能他们的这种情绪波动会不会影响到你？对，那你要自己守护好自己哦。那是能量场的一种牵引啦，或者是说情绪本身是会传染的。那有些资讯啊，有些想法都会传递到附近的人身上。那1月的能量波动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讲是比较剧烈的，你可能不受影响，因为你相对看事情比较中立，但是我们无法去规范其他人怎么想，所以在别人就是可能也带到这种集体意识的波动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好好的保护到自己哦。那有感觉到1月的时候，你是会避开这些危险和陷阱的。好。那再来是说，第二副牌组1月份的时候啊，你们的直觉会很准，那有些你的预感都会成真，那还是要理性思维啦。但是，这一段时间的你们1月的时候的你们，可能做蛮多事情都会挺顺利的，那可以试试看这个水温如何。例如说投资的话，就可以去试试水温，或者是说，买彩券啊，或者是你觉得今天的预感是什么，那都会蛮准确的来临到你的生活体现哦。好，我们第二副牌组1月的运势如何？1月会发生什么呢？好，对灵性的提升哦，那部分朋友的确跟第一副牌组一样，也会在1月份的时候，去拜拜啊，然后有一些信仰。好，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在1月也会戒掉你的坏习惯哦，然后你会重新用另一种新的面貌去呈现你自己。好。1月可能有一些你觉得比较沉重的负担在里面，但是其实你都会驾驭得很好哦。我们来看第二副牌组最后一张牌哦。好，那这个压力或许给到部分朋友哦，部分朋友可能或许就是会面临到可能我们刚才讲的那人际上面的这种状况，所以这要特别讲说，你的一言一行要在这个月份比较注意，不要给人家落入别人的画饼，或者是可能在资讯传输当中啊，你的行为就是要特别在注意，因为虽然你们是可以避开危险的，或者是说你能辨认谁设了这个陷阱给你，但是他或多或少可能还是会给你一些压力，给你一些压力的来源。所以在1月份当中呢，就是尽量维持好自己的能量，然后尽量做好自己的事情。那能避开就避开，对。那或者是说你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不要让这个事情成为你的压力。你可以从中跳脱出来，你不要用旧的架构来去看待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讲的整体的状况。你会觉得说自己必须要跳脱出来，用一个新的眼光、新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让自己更有弹性。对，所以不见得说别人去对方的指责一来一回当中，我们要去做一个争执或者是什么的，有可能都不用去做，不用去为了那个争执让自己的频率下降哦。那你要从里面来去问自己说，你真心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刚才有讲说日记。为什么要写日记？可能来自于说你可以更条理，或者是它是一个证明来源，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可以巨细靡遗的写下来，让你更明白说当时的情形是什么。对，那里面
可能也包含某些你会要去证明说这个公平不公平的这种情形，你要保留一些证据。对，这是给到少数朋友哦。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字卡有什么提点，告诉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1月的运势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的字卡有什么讯息？好，1月份将遇贵人哦。好，财气纵横，一鸣惊人。OK， 身心生病需要多吃多睡。1月份的时候，可能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件，你都要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尤其在这个时节呢，气温啊，或者是这种天候啊的影响，都会让自己的身体会受到状况。再加上我们可能工作量繁重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那你的身体和心理都要好好的照顾哦。需要多吃多睡的时候，就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休息。好，还有什么给到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呢？多补充水分哦。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照顾自己就是一个爱自己的方式。对，有些人不值得你浪费你的时间哦。对，包含什么呢？你去把注意力去想，别人怎么想我之类，这都算浪费你的时间。对，你就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哦。好，一切都平安圆满，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很多事情，我觉得人际关系比较在月中之后，就会越来越轻松了。你很多能量就会觉得你松开了很多事情，对。但是在可能你现在就有感觉到有一些紧张的局势产生，有一些对立的思维啊，或者是你可能无意之间讲的一些话，别人拿来做文章啊，这种情形可能包含在网络上面，这种写的文字都会引起某些人的不适。可是每个人都有一些表达的自由嘛，对，所以也不用在那样子的人身上去跟他们周旋哦。好，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讯息，希望对第二副牌组的朋友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Hello，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张报春花哦。报春花其实在台湾非常常见诶，就是花圃常常会看到很多颜色的花，就是蛮好种植的一个花卉。那在底下呢有一个他所给予的花语哦，它代表是青春的爱。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我每次想起你时都有一朵花，我就可以永远的在我的花园里散步。就是我只要想到你，我就可以拥有一朵花，那是不是就很好？那其实我感觉到这一张牌的能量呢，就是来自于说，你们心想事成的能力也是非常厉害，显化能力非常好。那你们更需要用很多的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让你们生命发挥良好品质的事情上面，你就会感觉到很多事情不一样了。那这张牌也象征着说，很多事情啊，艰难都在你们身后了，已经过去了。所以其实曾经有一些挫折，或者是你们难以去平衡的事情，你们可以用新的眼光去看待，或者是说春天已经来临了，它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它希望可以带给你，或者是说牌卡希望可以让你明白，你生命中有更多美好的事情已经在你的生活中体现出来了。所以也希望你们用更美好的眼光来去看待自己的生活。那一般而言呢，报春花有分2种品种，第一种品种是1年生的，第二种是多年生的。那如果多年生的话，它取它的干插的方式就可以让它繁殖哦。那比较少是用种子做繁殖的，或者是让它用种子的方式来种植它。原因是因为它需要，如果种子
要发芽的话，它需要比较低温的状态，所以是需要冷藏它。那它就是等于说要经历一个冬天，它的春天才会来临，所以就是让它的种子要有一种感觉比较凉的情况。对，所以如果在夏天要去种植它的话，可以利用冷藏的方式来让种子萌芽哦。好，那这也代表这个含义说，你们的春天来临了，你们的冬天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很符合这次的主题，我们的运势新花朵朵开。那报春花呢，它也有很多颜色。那你们正在开出你们各种颜色的花卉，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也象征1月的确会收获到很多的大喜讯哦。好，那我们先放到旁边哦。我们来看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在1月的运势啊，整体运势来说，有什么会有新花朵朵开的讯息带给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呢？好，宝剑10的逆位，恶魔牌的逆位，权杖侍从。1月有什么新花朵朵开的讯息呢？圣杯骑士的逆位。好，皇帝的逆位。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1月的运势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什么喜讯出来呢？好，黑桃2，黑桃3，黑桃7。1月的运势如何呢？有什么新花朵朵开的喜讯？梅花9，方块6。好，第3副牌组的朋友啊，在过往的情形当中，你们会感觉到很多事情被制约住哦，或者是说情形没办法很快的进行下去。那其实很多事情面临了一些结束，包含你的过去。对，那这个过去有时候是你会抓着，你会去想以前过往的一些事情，但是牌卡在这边是希望你换个思维去想，去用庆祝的方式来让自己真的离开这一段过往哦。你不用再去紧抓着你要证明说对这些事情存在，所以你不行让它离开，可能让你感觉到这些事情它的沉重的点，但是呢，宇宙或者是牌卡都是想要告诉你，你可以重拾你自己的热情，你可以去庆祝你从里面走出来了，你可以去庆祝你的春天来临，对，你可以重新去想，然后你在这样的思想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沉重，那你去接受这个沉重，虽然不会像我们的话那么的轻易，但是我相信你是能明白里面的一些概念的，或者是说你知道你紧抓着不放的一些思维，有时候它就很像一种无法戒断的一个状态，你想要戒掉这件事情，但是你没有办法。那怎么样子去戒掉这些事情呢？它当然是需要你的体会，生命之中的体会，你可能真的是要去思想这件事情，但是久了你又好像觉得说你无法脱离这种频率，脱离这种比较深层的一种状态。那要告诉你的这种情形呢，是说，我能明白这个感受，就是当我们无法戒断一件事情的感觉。但是，先讲一下牌卡所给予的内容，过往的一些沉重的事情啊，它真的都过去了。然后你原本可能无可奈何的事情，它也变成一个正面的星星来指引你了。所以未来有很多新的想法、新的指引会来到你生活周围，但是你需要这个眼光去看到，然后去察觉到，然后去前进，拿出你的行动力前进哦。你
现在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犹豫不决的情形，来让你觉得说，如果我这么做的话会怎么样？但是这些事情会一一被破除的。我能明白，第三副牌组可能有面临一些我无法挥别这个过去，还陷入这个能量的这种情形，我是能理解的。但是给予一句话哦，你专注什么样子的能量，那最后那样子的能量会体现在你周围。所以现在停下来问问看自己说，你希望你生活周围是充满什么样子的能量呢？去理解这一句话之后，你就会有答案说，我希望家庭和乐啊，我希望我的关注点是放在我去充满啊，我去拥有啊，我去得到啊，我去感受到别人的和善啊，我去把自己的善良给予这个世界啊，我去发挥我生命中的品质，我去感觉到快乐啊。对，当这些想法被你察觉到之后，你的关注点就变了。所以，逐渐的，你要意识到，无论过往是人、是事情还是什么的，它跟你就没有关系了。然后，你对他们也不需要再给予这个责任了。也许是因为自己还觉得自己需要对他们负责，但是这些事情真的可以被你放下来。你现在应该要对你负责哦。你拥有可以值得让自己变得更美好的权利，然后让自己快乐的权利，让自己生活一步一步实现的权利哦。那功成名就或者是梦想实现，其实都不是问题，就是你的想法要让你有行动，你要一步一步的做出来。因为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的显化方式是需要透过行动来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眼见为凭，来知道说，哎，我真的做到了。你们的显化其实是需要靠看到来去知道的，对，所以不用再去纠结过往的这些事情，因为其实你已经知道了，那你就知道了，好不好？这个希望你们听得明白，就是说，那接下来是你要去看到什么？你要看到你拥有什么？你看到春天的来临，你看到大家和颜悦色、开心畅谈的状态，然后你看到你自己实现梦想的状态了吗？如果你不感觉没有感觉到，那你就去行动。你一点一滴的去把小目标达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跟过往的自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跟过往的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关联了。对，但是我们不是否定它哦，而是要让你现在明白，你早就脱离了那个痛苦的状态了。这副牌卡是整体的能量啦。那在1月的这个运势是感觉到你会找回到你的内心的一个热情，你内心的深藏的梦想，你原本就希望达到的一种状态，你会达到哦。在1月的时候，可能就好像我们刚才讲报春花的种子，好像被冷藏，好像有一些就是前进不了的这种状态，但是因为这个冷藏，才可以促使这个种子发芽哦。你就会开始感觉到，可能1月10号之后，或者是1月中之后，这件事情会越来越松快，越来越轻松，因为你会开始让自己的生活长出花朵，你会看见你的生活是很多好的层面的。对，那你也应该要让自己的频率达到这种层面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工作运的状态哦。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1月运势啊，工作运的状态是什么呢？工作上面会收获什么大喜讯呢？好，圣杯七。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工作运上面有什么情形呢？宝剑3、宝剑国王、钱币2、
工作运势如何？好，圣杯女王。好，我们在牌卡上面看到哦，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在工作运上面啊，可能你们是比较纤细的这种状态，然后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容易，或者是说你没办法看到很多值得赞许的层面，对，但是呢。牌卡在这边是要提醒你，你的梦想、你的目标是什么。那其实周围有很多很多机会在身旁哦。对，牌卡其实是想告诉你，你会纠结在某些比较黑暗的层面，但是却忽略了你本身拥有的优势。所以其实你是能创造彩虹和光的人。那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周围也有很多人来帮助你哦。那有时候你们会透过可能看见自己不幸的层面，或是比较需要帮忙的层面来去求救。对，但是你要勇敢的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啊。有时候你会僵持在那里，而不去前进，而不去行动。所以在这副牌卡里面，很少权杖的能量在里面。那有感觉到你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智去知道各种决策的人，然后你们也是可以发挥自己情感优势的人。现在会有一个状态是，你们要去破除掉自己可能优柔寡断的这种状态哦。你们要更确定的知道说你们的梦想、你们的目标在哪里。那给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在工作运上面其实是可以很胜任很多情形的，但是你们过于敏感，可能就会导致说你们会先否决掉自己的努力，或者是说你们会批判自己，导致自己产生内耗的情形。所以在工作上面，你们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这个层面，需要被你们拔除下来，需要让你们自己给予自己一些能量。其实周围真的好多人去鼓励你哦，常常会给你就是很好的帮助，还有很好的建议，但是你常常不会去接受这些建议，或者是说有苦自己吞。在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需要的是一个很新的能量进入到你们生活周围，这个新的能量是你要敞开自己的内心去接受。那在1月的时候，你会逐渐学习到这一个能量如何去敞开，如何去接受别人的爱，如何去接受别人的帮助，那如何不再去批判自己？因为其实你们内耗的层面是非常的严重的，但我觉得你们正在学习戒除掉这个状态。那你要知道，可能我们的能量已经开始越来越快速哦，就是你心里想的，那很快在显化到你的生活的情况，那这个状态是很快速的。那你也开始要去养成新的习惯，来明白说，其实你都能 handle 得很好啊。你都可以把自己的情感价值去照顾到你身边周围的人，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来帮忙你？对，所以其实有时候你是让自己很苦，可能牺牲了自己，然后来去照顾别人、照顾其他人，但是你明明知道，你心里是知道没必要这样子的，所以你心中是非常清楚事情应该要怎么做的。那你要让自己的优势得以体现，而不是自己一直否决每一条想法，那这就会变成你的障碍。那你需要在里面达到平衡哦。所以在1月上面的一个优势呢，这个大喜讯来自于说你会理解到这个情况，然后知道说你该怎么样子去衡量你自己，重新达到一个平衡。你会从内耗的情形开始脱离出来。那我们从看到牌卡这一刻开始啊，我们就可以让自己勇于的去接受别人的帮助，还有放下对自己的批判，然后去重新看待自己所给予的能量，然后去赞赏自己。所以重新的爱自己的这种状态呢，你就会慢慢的放下可能
来自于说你对自己的过度要求。那你也可以从里面去看待说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过度要求，里面其实有包含另外一个讯息，来自于说原生家庭所给予的一些制约，来自于说可能父母亲会希望你有一些成就啊，或者是从小会那个要求你什么事情，所以你常常不觉得自己够资格，或者是已经够好了，你常常会用负面的方式来去看待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那开始可以去疗愈到这一块，因为你很好，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对，所以不用去证明自己不够好，也不用去证明自己够好，你要知道你真的很好，对，所以既然你很好，何必要去证明呢？对，所以要从这件事情脱离出来哦。那有感觉到我们刚才的整体能量，在1月10号之后啊，很多好事就会慢慢来临，然后你就会从里面的那种旧架构脱离出来，你要重新知道说你自己本身希望的这种状态。那12月31号是新月，那它刚好也是一个跨年度的一个日子。12月31和1月1号都很适合做一个许愿的状态，你可以好好的条列出你自己的愿望，关于你自己的，对，就是这个愿望是有关你自己的，然后你要去想说你希望是什么，你找回自己原本的初衷，原本的热情，是不是很想要出国，是不是很想要旅游，是不是想要完成什么事情，是不是很想要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是不是很想要去跟大公司啊重新跟世界接轨啊，或者是什么的，你都可以实现哦。其实这张牌是有一种回到你初衷吧，重回你的一开始的热情，重新找到原本的你自己的想法。对，这一段过程其实它也有蛮难过的层面在进行。为什么呢？因为你会知道说一样会有一些批判嘛，会觉得说我为什么当初没有这样子想，我为了谁牺牲，我为了大局着想，所以我可能没有完成了什么东西。但是经过这样子去看到他也被理解，你也会渐渐放下来，你就会察觉到你真正希望的是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财运。我们第3副牌组的朋友啊，在1月的财运会是如何呢？有什么新花朵朵开的好讯息呢？哦，一样诶，圣杯7的能量很重。好，财运的状况，第3副牌卡。好，钱币侍从，死神牌，钱币3，我们的钱币9。第3副牌组的朋友，财运的状况哈，就是说，当你们都已经有规划了，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及的，你们都有去深思熟虑的去思考了，那其实会面临一个新的转化的空间哦。那就代表说，某些你曾经被权力制约的架构会被你卸放下来，你会把这件事情就是放下来，重新找到你自己人生的目标。你开始会去思考这个钱啊，关于你，对于你而言是什么样子的状态。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钱越多越好，的确会让我们感觉到安心。可是你会重新界定钱的能量哦，那里面包含的这些事情呢，我会感觉到你会意识到自己的丰盛。所以这个报春花是真的是有一种充满丰盛的感觉。尤其这一张牌跟这张牌的能量，这3张牌的能量很雷同哦，就是那种花啊，朵朵开的花在这边，真的很符合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哦。那所以你会在这个1月份的时候重新界定你丰盛的意义，因为你会感觉到满足的情形来自于说钱对于你而言到底是什么意义，你会找到。那也包含说在这样的财运在1月份当中呢，你会运用这个钱来去
让自己满足，来去照顾你自己，或者是利用这个钱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那无论是做了什么事情，你都会察觉到它之于你而言，它对待你的感受，就是钱财之于你而言，它本身的价值在哪里？是这样子让你感觉到钱财的价值。对，所以你要做什么事情都会很顺利的达成哦。那你也感觉到自己很有资金的，可以去完成很多事情。那每一个钱都会发挥在它很合适的位置当中，所以有感觉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你们的钱财是流动的，这个流动是一个很美好的循环哦，很美好的流动，因为你在花的同时，你会感觉到丰盛；它在放在你的财库的同时，你也感觉到丰盛。那我觉得这是对钱财最好的尊重哦。既然是讲这个，对，所以我觉得因为看了你们的牌卡，我觉得我也很有收获，我也上了一课哦，就是你教会了我们去看待钱财的这个流动，就是来自于说，无论钱给予的这种感受，它其实都应该要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会，所以感觉到1月的时候，你们会建立好这种美好的钱流的体会，那这样子的钱呢，他也很愿意跟着你，因为他喜欢去流动哦。钱财是很喜欢流动，就像爱一样，钱跟爱的能量其实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你让这个钱财去流动的时候，它渐渐的就会完成你很多事情。因为你们的圣杯七啊是有2张的，所以这个想法就是说，你心想事成。等于说你会让这个钱财很愿意跟着你去执行很多计划，这也是非常好的消息哦。所以无论你是要执行什么计划，你要花掉还是就是去学习或者是投资，你们都是有规划的去让这个钱财发挥它的价值哦。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只是要把它存起来的话，你也有这个资本可以存续哦，就是可以存到钱。对，所以真的要告诉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因为大众占卜嘛，大家的能量比较不一样，所以呃，里面最核心的点就是说，你们是很丰盛的，那你们看待事情的角度开始要建立一个新的。对，那希望有给你们一些新的体会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第三副牌组的朋友爱情运的这种状态，我们1月运势啊，第三副牌组的爱情运如何呢？好，疗愈的心哦，心被疗愈了。好，第2张是 hammer 锤子，重建的意思哦。第3张是照片，第4张是热情。第三副牌组的爱情运，1月份的爱情运如何呢？好，第5张是我们的 snake。OK， 在爱情运的上面啊，可能会给到部分朋友，因为大众占卜大家能量不同，有几个讯息。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在爱情上面，你会感觉到被疗愈的这种情形，你会遇到跟你很投契的伴侣，那他会点燃你的热情哦，或者是说你对于伴侣的界定开始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那部分朋友呢，会是重遇旧人，可能是前任的回归，那你们重新重建了你们的感情。那其实这一段感情呢，它有特别疗愈的地方，但是也有特别让你感觉到又重新被伤害的这种层面，可能你会回想到他曾经怎么样子，你们会在那里面不断的重建你们彼此的信心。那或者是说有伴侣的朋友呢，可能在跟伴侣的相处，其实也是那种一进一退的这种情形。在1月份的能量波动，可能会让你们忽上忽下的，但是不能否认的就是说，大家都就是你跟你的伴侣都很希望为彼此做一个
更深入的进化，或者是更有热情、更能呃稳定的这种状态，所以彼此都是很重视这段感情的。好，那如果是还在暧昧的对象呢，单身的朋友，你们会遇到一个很疗愈到你内心的人，他也能就是让你回想到可能跟你之前的对象，或者是你期待中的对象他的情形，但是无可避免的是说，你也会在跟他相处之中察觉到自己特别纤细脆弱的那一面。对，所以这个东西会，这种纤细脆弱会变成你们的考验。那有时候是要去疗愈到自己，理解到自己，有些事情就会让他真的去过掉。你要去看见自己的不安全感，来去体认到自己的状态。那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互相包容的。那你会收获到一段很真挚的感情。那你包含你对于他，你给予他的这种情感也是非常的真诚的，他给予你的情感也是非常真诚的，只是比较是外在的环境给予你这种不确定性、不安全感的这种感受，或者是说你会感觉到这个伴侣他为什么会挑起你的一些不安全感，给到部分朋友，有些朋友可能会察觉到这段感情有一些不安的层面，来自于说你可能觉得就对方的那个异性缘特别好，或者是他在交友的这个情形可能界限不那么的确定，让你感觉到有一些危机的感受，但是它也催化你在乎他的这种情形，所以你会越来越明白说你对他的感情是如何，所以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副牌组，一月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提点要特别注意呢？好，第一张是向前迈进哦，要特别再注意，可能你们会有一些被约束的感受，尤其在一月初的时候，可能很多事情没那么让你们有行动力，让你们知道说要往前进的这种状态，那会觉得说有些束缚的层面。那第二张是我们的信仰哦，那这张牌卡呢，就是三副牌组都有抽到，所以这也象征着说，其实你会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想法，然后你也会找到自己很确立的一个方向哦。那这也包含可能一月份，有部分朋友会去拜拜，或者是有一些信仰来去跟可能神明啊，或者是跟我们的更高维度的存有连结。对，来让自己更有方向哦。对，所以第三章也是这种信仰的体现，可以让你们的心情安定哦。的确，你们需要蛮强烈的安全感，因为你们稳定自己的情绪之后啊，或者是跟自己的过往有一些谅解的层面之后，你们会越来越放松，会越来越松弛哦。那第四章是道歉，在一月的时候，可能有过往的旧人前来跟你道歉，或者是你跟其他人的误会会有解开哦。对，那一月份你也会从这种争执啊，或者是其他人意识到自己做错，然后跟你道歉的这种情形。对，那有部分的朋友是友谊上面，在一月份上面可能是有一些争吵，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让你去看到很真实的你自己哦，或者是你怎么样子去对待他，或者是他们怎么对待你，透过这样子的界限的一进一退的呈现呢，你会越来越明白你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在一月份，可能在人际上面会有一些情形发生，那你们会处理得很好哦，或者是说你会察觉到这件事情的，你们会察觉到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力是什么？对，好，
那所有的一切，所有发生一切，都是宇宙在为你加持哦，或者是默默的保护你，你的守护团队都默默的保护你。对，所以把关注力放在你需要关注的地方，有很多你需要投注爱的地方，他们都会生长得很好，或者是会被看见哦。那个爱是需要被给予的，你是拥有给予爱的人，所以你也会在1月的时候呢，渐渐察觉到自己需要关注的地方，给予它能量，你也不再盲目了。对，你们要在1月的时候，可能注意到，有时候1月的这种情形是外部的能量波动，那跟第二副牌组也有点像哦，来自于说，可能你的一言一行，可能你觉得还好，但是别人偏偏就是要去抓你的错误，然后去跟你有一些争吵、争执的层面，那你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哦。但是第三副牌组没有像第二副牌组那样子比较争执啦，那你们是可以很好的全身而退的。对，那比较是注意到说人际上面的状况，有时候他们情绪上来，那就会导致你受影响。那第三副牌组是有点敏感，是有点比较纤细的，然后是比较敏感的，是很能察觉到周围的人的能量的。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你们比较不会受到波及哦，因为你们知道要如何避开那些负面情绪的人，或者是他现在频率没那么高，他需要多一点空间去想，你们会给予别人这种善意的空间。好，那最后一张牌呢，是在讲说，其实很多事情有你的帮忙都会很顺利的进行，那或者是工作上面也会很顺利的进行下去哦。那如果是自己开公司的话，你会感觉到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然后是趋向一种更团队更活络啊，或者是团队更有向心力的这种情形。那如果是学业的话呢，其实在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学业运也是很不错的。对，那反而是要讲人际上面，如果是学业上面的话，可能会是人际之间的状态影响到你的学习力。那在学习运上面，你做报告啊，或者是跟其他人的合作都会蛮顺畅的，因为之前也有我们的钱币三，所以你们会发挥你们自己本身的能力、本身的价值。对，那在做正事的话都不用太过担心哦。那如果是私人的，可能是朋友友谊上面，可能在1月的时候是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第三副牌卡，用字卡来看我们1月需要去注意的提点是什么？我们第三副牌卡1月运势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好，有更好的选择。那如何去选择呢？就是说，一件事情有99%的失败可以承受的话，那就去做。那有感觉到我们第三副牌组可能比较敏感一点，或者是说你们想比较多，你们会考虑的比较周全。那你可以去用这样子的删去法来去确定说这件事情的行动力，因为你们在1月的时候。第三副牌组可能会面临觉得说很多顾虑啊，很多想法就不会让你真的产生那个行动。但是你们现在还是必须得为未来的事情铺路，你们现在还在成就未来更好的自己哦，所以1月还是要去做一些事情。好，那在人际上面啊，就是不要多事哦，可能公亲变事主啊。对，要提防小心，就是可能周围的情况，你们是敏感的，我觉得你们可以避开这个问题。好，那有些人啊，就是会在那里一直闲言闲语，那你就用这张牌卡来砥砺自己哦。没有能力的人注定说话没有声音，就是说，
有时候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你会因为第三副牌组有时候会产生内耗，你要特别注意是说，不用拿别人的问题，你太过认真的去看待别人的问题，不用拿别人的问题来去困扰自己哦。那其实就把自己关注的地方做好就好，你们是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好，做很完美的，其他人都没有办法像你做那么好。对，重新修复你自己哦。所以在给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的确可以去佛堂啊、静坐啊，去感受这种神圣的感受。去教堂也不错，就是感觉这种更高存有给予你的这种讯息。放慢生活的步调，品尝生活的美好。的确啦，跟一开始讲的讯息都有。好，注意细微小事能有所帮助，我觉得这是合在一起看哦。去注意无论多小的美好，你都可以让自己产生增加的感觉。因为以往第三副牌组可能是用扣分的方式来看待生活的哦，那你们可以用加法来去看待生活各个的大大小小的美好的事情。好，所以回到原本你的初心、你的初衷，回到你的原本的纯粹善良。那这个善良呢，你是能明白它的尺度在多大的。那最重要的点就是回到你的品质身上，你自己身上哦，你的纯粹、你的美好，重新去看到，然后重新界定。那其实，你们的关注的点不一样的时候，真的你就会从原本的困扰你的事情重新脱离了。那就是对你们最大的好事哦，那你们就收获到最大的喜讯。心花朵朵开呢，其实早就为你们这些花朵早就为你们盛开了。其实，感觉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守护灵在你们周围一直在帮忙，然后一直在给予很美好的事情，让你们自己去发现。所以，我相信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在1月会收获到非常好的资源，然后很好的生活品质。那你们教会了我们说，如何去看待钱财的使用。那你们也会将钱财妥善的去运用，发挥到钱财最喜爱的一个能量频率当中。那其实这样子的话，钱财就会源源不绝的让你们感觉到丰盛哦。所以这个钱财的丰盛，也代表说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是充满爱的。这钱财的能量跟爱的品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去让这样子的爱去流动，你也是可以给予其他人这样子的品质的，很好。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讯息，希望对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